这是小新，这是小新，这还是小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动力评测，我是米洛。作为一个从2019款小新一直用到2021款小新的经典用户，对于小新这个产品呢，还是非常的有发言权的。伴随着2022款小新的发布，最强核显的应用，老用户的心态呢，驱使着我一定要尽快的搞到一台这样的机器。于是呢，我们搞来了一台2022款的联想小新 Pro 14锐龙版。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联想小新14寸呢？那其实很简单，首要的原因呢就是便携，其次呢就是性能释放的还不错，再就是呢它的价格呢普遍在5000元以内，属于轻中度办公用户群体都可以接受的产品，带出去磕磕碰碰也不心疼。当然了，在我们手上的这款小新 Pro 14的价格呢，依旧控制在这个区间内，但还是有一部分十分亮眼的配置的。按照国际惯例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台电脑的大概配置：14寸的尺寸，120赫兹的 2.8K 高刷屏，搭载 AMD 的锐龙7 6800HS CPU，680M 核显，61瓦时大电池，依旧是经典的性能释放的道路。和2021款小新 Pro 14相比呢 ，CPU 从5800升级到了6800HS，显示器呢从 2.8K 90赫兹提升到了120赫兹。此外呢，并无多大的差别，依旧是经典的配方。联想小新系列的外观呢，走的都是经典的商务风。那我们手上的这台呢，就是经典的深空灰色。我个人呢，就是比较喜欢这种简约的风格的。整机开合角度最大可以达到180度。其他方面基本跟前代的产品相差不多。C 面的键区呢也是经典的布局，没有小键盘的结构，压缩式的上下键比较紧凑。我个人觉得，挺好的。至少像我们这种老用户，可以很快的适应键区的布局和段落。说实话，作为小新老用户，拿到这台电脑的第一时间即可拥有满血打字战斗力。接口方面，联想小新2022款 Pro 14的左侧呢为多功能的 USB 4.0 Type-C 和 USB 3.2的 Type-C 接口，两个接口呢均支持 PD 充电和视频输出功能。而 USB 4.0最大带宽传输速率呢为40Gbps， 和雷电3一样，也就是说可以外接显卡坞了。当然，需要 USB 功能的话，也可以通过一个拓展坞即可实现多者兼得。这样的话呢，也就缓解了小新没有 HDMI 接口和网卡接口，或者是没有独立显卡的问题。右侧是经典的侧置开机键，另外右侧还具备了一个 USB-A 接口和3.5毫米的耳机接口，配置呢也是中规中矩，相比于前代产品基本没有变化。好，说完我们再来说说便携性。小新这台电脑呢，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随意携带，比如说小挎包、布袋，基本上去外面游玩又要值班的话呢，带起来非常的轻松。机器拿在手里呢，并不会显得非常的大。而且单机呢约1.3千克的重量，带适配器重量呢约为1.7千克，便携性还是比较高的。此外，联想给这台机器呢原配了一个100瓦的 PD 快充，支持给安卓手机充电。但是我是苹果用户，一般情况下呢，如果携带小新出门，我会后期呢再配置一个 PD 的氮化镓充电器，可以给苹果手机或者电脑充电。好，接下来呢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办公感受，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它的续航的部分了。一如既往的搭载了61瓦时的电池。PCMark 10现代办公续航测试当中，它的续航时间呢达到了10小时16分钟，日常的出差办公呢基本上是可以胜任的。那同样，现代办公测试的分数呢是6455分。当然了，其他的一些有关于办公配置表现呢，比如说1080P 的摄像头，支持人脸识别的功能，会议构图识别的就会更加准确一些。还有一些呢可以通过联想自带的软件实现的功能，比如就拿联想的智能引擎来说一下，联想智能引擎呢可以看作是联想电脑的控制系统，其中呢就包括了场景调节、硬件性能、个性交互和炫彩显示功能。部分的功能呢针对办公还是有良好的体验的。好，那我们呢就拿场景调节来说吧。场景调节呢可以手动或者是自动调节你电脑的实况的应用场景，比如说你办公的时候选择办公场景，办公场景里面呢还分为普通办公和会议模式。普通办公模式降低了风扇转速，减少噪音，而会议模式呢在一定程度上优化电脑的网络连接。一般情况下选择智能调度就可以了。遇到特殊的办公场景可以选择性调节，而硬件性能可以调整电脑的实时运行模式以及充电模式，包括低能耗的办公模式以及高性能的野兽模式，也可以通过键盘上的 FN+Q 来进行切换。此外，个性交互里面呢还包括了智能感知、键盘背光、多维手势、开盖开机、语音降噪之类的功能。来举几个例子，开盖开机呢可以实现即开即用的效果，智能感知呢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电脑的使用率，还有智能降噪，在日常会议的时候呢，可以一定程度的降低
麦克风的噪音。总之，再强的硬件性能还是需要软件来适配的。毕竟买台办公本不仅买的是综合性能，买的更是办公体验。和2021款一样，2022款呢依旧是沿用了 2.8K 的16:10的雾面屏，但是刷新率呢从90赫兹提升到了120赫兹。那如果外出办公的话呢，可以按下 FN+R 切换60赫兹的屏幕刷新率，提高电池续航。而且呢，该屏幕达到了10比特的色彩深度，对图像色彩有处理需求的后期小伙伴非常的友好。红蜘蛛实测 sRGB 达到了100%，亮度呢为389尼特。那唯一令人略显遗憾的就是色彩平均值呢为1.59，表现一般。那除了屏幕以外，小新系列呢一直以来令我比较欣赏的就是它的锐龙版本，总是给人一种奇怪的惊喜。2022款小新 Pro 14呢，让我找回了在2022年购买人生中第一台小新的感觉。相比之前 CPU 性能超群，锐龙7 6800HS 的显卡呢又是一个小爆发。老样子啊，我们先来说说 CPU 的性能。烤机功耗呢达到了45瓦，长时间烤机温度呢控制在了90摄氏度出头。烤机过程中呢，屏幕的左右两侧的下方出风口的温度呢接近50摄氏度。键盘区域的最高温度呢为42摄氏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使用 R20、R23 和 CPU-Z 来进行理论测试。我们使用 i7-1270P 来对比。单核性能方面 ，R7 6800HS 的性能呢要弱于 i7-1270P， 多核性能表现的还算不错。那说实话，我一开始呢对 R7 系列的显卡还停留在 Vega 时代，没想到 6800HS 上了一个 680M 核显，而且 AMD 还将该核显称为最强核显。我们将 680M 的核显拿来和笔记本的 GTX 1050 钛来进行对比，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性能释放接近于笔记本的 GTX 1050 钛。考虑到 CPU 加显卡只有45瓦的功耗，基本上能够满足一些简单渲染需求以及一些基础的网游运行。那我还要什么自行车呀？简单的跑了几个我平常经常玩的游戏 ，CS:GO 呢默认 2.8K 分辨率的帧率呢为77帧，1920×1200分辨率为116帧，而战争雷霆的 2.8K 中的画质呢为66帧，1920×1200为87帧，彩虹6号的中画质 2.8K 为65帧，1290×1200为122帧。拆开背板，我们可以看到2022款的小新 Pro 14呢，依旧是板在内存，16GB 双通道 ，LPDDR56400的内存频率，散热采用双风扇的结构，硬盘使用了三星的 PM9A3 固态硬盘，尺寸呢为2242。小新预装了延长支架，将尺寸呢延长到了2280标准的尺寸。硬盘的性能呢如上图。网卡采用的是联发科的 MT7921，支持 WiFi 6。有网友反映啊，这张网卡呢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呢可能会出现断连的情况，不知道小新这一台表现怎么样啊？建议大家拿到手第一时间呢做一个驱动的更新。那如果确实存在问题，要及时的联系联想的售后哦。其实本次测试下来得出的结论就是它的屏幕更棒了。CPU 的性能呢，相比于锐龙7 5000系呢略有提升，但是提升比较明显的还是显卡的部分，和1050钛不相上下的显卡性能让核显翻身做主人。那以后呢，核显也可以满足基本的游戏需求，应该不会再有人说核显只能看文档了吧？当然了，绕来绕去还是绕不开售价啊。目前5699元的价格确实还是蛮香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动力评测的内容，千万不要忘记跟我们一键3连哟。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